于朦胧的案子被扒出了一串新的资料，包括宋一人的老千家族、杜强的天津深蓝公司、方丽的假身份和真大佬蔡一家。特别是吉光光，我们要说一下，他被扒出了更详细的身份资料。另外呢，今天也会说到乔任梁被虐杀的前前后后，这部分内容相当恐怖，令人心悸。所以我建议，如果身体健康有问题的朋友，您不要看了。在这里呢，我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不断的爆料。到今天为止，我已经追踪深挖于朦胧的这个案子10几天了，依然有大量重磅的消息不断的爆出。我希望呢，大家都订阅一下我这个频道，每周6天我都在关注中国的时政民生，都是大家关注的内容。我还有副频道牧羊看点，这个频道呢是每天我要更新2、3档节目，速度更快，信息更及时，也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号星期二，亚太时间是10月2号星期三。双十国庆快到了，我已经发起了一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台湾的朋友。当然，其他地区的华人朋友愿意参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拍一段1分钟以内的视频或者录音，或者呢，您写一段150字以内的祝福的话，再或者呢是发挥自己的特长，画画啊、书法呀等等，向中华民国表达一份祝福。这个活动的截止时间就是到10月5号。大家如果想参与这个活动呢，要在10月5号之前把您的作品发送到我的爆料邮箱 xwkd2017@gmail.com， 或者是呢，您可以直接贴到我们下面给出的网址这个上边。大家点击这个网址呢，就会进入到一个平台，然后您把您的作品发表在那里，我们就会看到。在临近的时候，我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位海外的朋友啊，因为回复于朦胧的帖子，被美国的华人网站禁言了2个小时。这位朋友在邮件中对我表示，海外的主要北美华人平台同样在操控舆论，限制海外华人的发声。朋友希望我呢，在跟进于朦胧这个事件的时候，提醒一下海外的华人要小心，这个网站绝对是国内控制的。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所有海外的中文媒体啊、自媒体啊等等，没有几个不拿中共的钱的，太少了。除了像大纪元呐、新唐人呐、希望之声啊，还有看中国呀等等的，像这些比较中立的网站，而且呢，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一直是揭露中共的这些自媒体，没有拿中共钱之外，其他的有很多的那些媒体、自媒体都是小骂大帮忙。其中都是中共的水军在操控，所以呢，有很多网站，我建议大家还是别去为好，不小心就可能招来尾巴。不多说了，咱们接着说于朦胧的事件。先跟大家分享大陆朋友进一步扒出的一串最新的信息。网友扒出宋一人的家中确认从事灰色产业诈骗。宋一人本人有近100个人头账户、电话号码。于朦胧事件发酵之后，宋一人的注册过的公司和支付宝都已经更新了信息。不只是宋一人的身份是假的，百度上的生日也是假的。宋一人真实年纪大约27、8岁，人送外号“诈骗小公主”。另外呢，网友还扒出了宋一人的妹妹，疑似叫宋雨宁。还有网民扒出另外的一些信息，于朦胧出事儿的区域是在阳光上东小区的西班牙组团18号楼，宋一人等人住的那个区域是安徒生花园，9月初已经清出。但有网民还指出，宋一人今年3月曾经出现在安徒生花园，仍在同一个小区。接着呢，就是于朦胧被抛下楼的那个房屋的主人，确实是吉光光的。根据已知信息，于朦胧事发地是朝阳区阳光上东小区18号楼601室。于朦胧在这里遭受了
非常惨无人道的酷刑和虐杀。而吉光光就曾用这个详细的地址接收过快递。网友扒出的快递关联资讯显示，这个房屋的主人应该叫李明，李明就是吉光光的真名。1986年出生在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他的身份证号码是37开头，末尾3位数是615，他的手机号码开头是13，末尾的3位数是053，归属地是北京。而在地址一栏显示，李明是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将台镇东四环北路6号院阳光上东 C 区18号楼601，区划代码是110100。这份资料就可以证明，于朦胧被虐杀的这个地点就是在吉光光的家里。之前有网民透露，于朦胧被政法委书记之子凌虐杀死。知道太多洗钱的内幕，甚至留有证据银色 U 盘消失。指甲缝里有政法委书记之子李某的皮屑 DNA。我没有查到吉光光的更多的资料，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不是政法委书记。在已经被扒出的这17个人的名单当中，我们知道只有吉光光一个人是姓李。所以我们不清楚这个政法委书记之子李某是不是吉光光，我们不确定，但是非常值得可疑。我希望有知情的朋友能够向我进一步提供信息。现在呢，有网友又查递快递资讯，发现范小花、范世琦他的快递名字全部填写的是齐天大圣，但是他被网民送个外号叫中二病鸭王。知情人爆料，杀人犯真的是做鸭的。关于范世琦的情况，我这里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呢要分享一份特别的内容，其中就提到这个范世琦很可能就是导致于朦胧死亡的重要的一个嫌疑人。因为这部分内容太长了，所以呢，今天只能跟大家先提一下，我们暂时略过。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接着说，寸步不离监控于朦胧的经纪人杜强，这个人的公司是天津深蓝有限责任公司，和宋承新关系紧密。这里提到的宋承新，应该指的就是宋伊人、程青松和辛弃。我查了一下，这家深蓝公司也是一家影视传媒公司，它的总部是在天津滨海新区中心生态城，公司的法人叫张伟，总经理叫张维。不过呢，我没有在这家公司的资料当中查到杜强的讯息。另外，有朋友爆料，杜强是华文文化公司的。爆料中表示 ，B 站、腾讯、上海电台、星空华文、华文文化控股等都是黎瑞刚投资的。早前歌手李玟曾在一档节目中受委屈，并在后来离世。随后网友就抵制星空华文。爆料中表示，黎瑞刚的投资企业控股公司和湖南台芒果天娱都是一伙的，于朦胧根本逃不了。过一会儿呢，我会再说一下这个天娱公司和芒果超媒。这里呢，先说方丽。关于方丽，昨天我已经提到了他的一些背景，这个人的背景很深厚。今天有朋友爆料表示，网络上出现了一份查不到来源的关于方丽的信息，疑似呢是在带风向。这个查不到来源的信息里边表示，方丽是1953年出生在日本东京，声称于朦胧吞下肚的那个 U 盘里边有东海资料，就是方丽要提供给日本等外国的，还声称于朦胧是死在了间谍之手等等。其实这份资料并不难分辨，只要稍微的思考一下，或者是查一下资料，就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在带风向，把人们的视线要牵到另外一个方向，目的是呢要为恶人洗白，把真正的大佬给隐藏得更深。那么真正的大佬是谁呢？
我这里不妨先跟大家说一下，极有可能是蔡一家，我一会儿会跟大家详细的说，后面的内容都很重要，大家别错过。我呢介绍一下大陆可以购买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特别是手术后的朋友啊，以及刚生产的女性朋友，您一定要看，而且呢，我建议可以试一下。我们有一位客户反馈，他的先生呢曾经罹患肠癌，这手术之后啊，需要长期的调养。他很清楚红海参的这个修复作用啊，所以就一直购买阿拉斯加红海参给他的先生使用。当然，这个效果很好啊。可是处理新鲜的海参很麻烦的。于是呢，他看到我们推荐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立刻打电话下单了。他说：“我太清楚红海参的功效了，这次有现成的产品，根本不用犹豫。”还有住在佛州的宋大姐，她有高血压。降压药可没少吃啊，但是这药一吃多了，药效就减退了，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他在用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仅仅吃了1盒，血压就恢复正常了，而且还很稳定。现在宋大姐精神气色都很好，气色红润，体力也充沛。他的儿子呢是患有痛风，50岁的人呐，走路脚关节红肿，疼痛难忍。也是吃了这样的1盒红海参修复饮，痛风的发作频率和疼痛感都是明显减轻。为什么红海参修复饮有这么强的效果呢？这么明显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呢，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里边富含多种生长因子。这个生长因子对人体损伤就有着很强的、很好的修复作用，它是从根源上修复人体的细胞。另外呢，这个红海参呢，它也不是人工养殖的，是当地海女潜水捕捞来的，纯天然生成的，绝不是那种用激素养殖的海参可以比的。那现在呢，这个红海参修复饮，大陆是可以购买的，2盒起计，4盒包邮。北美这边到周一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然后呢，大家不要忘记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这样您可以享受85折优惠。接着来说这个案件，在前面多期节目当中，我们都在引述一些爆料消息，说背后的大佬是辛奇，说呢这个辛奇啊是蔡奇的私生子。根据网络上的一些信息，辛奇这个人的履历确实比较复杂，我在前面呢也已经提到了，而且可以说是相当惊人。前天节目中，也就是29号的节目中，我提到1991年出生的辛奇，2009年就成了大型中共国企子公司电投湖北仙居鼎丰力发电有限公司的法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这个级别在中共的行政级别当中是相当于正处级，也就是说，等同于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大家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辛奇，应该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形象，没有多大的年龄，戴一个黑框眼镜，但是这根本就不是他的真实容貌，这是他整容之后的样子。整容之后，连他的妈妈都不敢认他了。而整容之前的辛奇其实是比较丑的，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整容之前的辛奇。不过网友爆料指出，经过特殊渠道证实，辛奇并不是蔡奇或者是辛保安的私生子。辛奇的本名叫辛小熊，家境富裕，他的父亲本名叫辛杰，母亲叫方小丽。辛奇还有一个亲兄弟叫辛小龙。这辛氏父子3人呐，都因为欠债拖欠工资被告到了法院，有民事判决书可以作证。而且呢，这父子3人都被列为是失信名单人员，同时也被限制高消费。所以呢，有网友就说辛奇是假大佬，跟之前宋笃德先生微博中说的那个情况是刚好吻合。宋先生在9月17号曾经发帖说，娱乐圈虚张声势的艺人很多，故意放出烟幕弹，说是某某高官的儿子，其实是假的，姓相同而已。坏人浑水摸鱼，为自己壮胆，往脸上贴金，我呸！这是娱乐圈惯用的炒作手段。如此说来，这个辛奇可能就是那些人设好的一个停损点。
什么叫停损点呢？也就是说，把新奇营造成大佬的假象，可以在演艺圈里边更好的去欺负别人骗别人而出了事之后，人们去追查，基本上查到他这儿就停止了，也就是停损点，目的是把人们往错的方向引，最终保护那个真正的大佬。那我前面提到了，怀疑这个蔡以家是真正的大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之前我跟大家曾经提到过，这个蔡以家大名叫蔡正军，跟蔡奇长得非常像，而且他是苑子文所在的那个公司的高管，跟宋伊人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甚至可能是一对情侣。蔡以家1996年6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的一个公务员家庭，这是公开资料说的。那么这个时间，蔡奇也是在福建福州，他是在福建师范大学，这所大学就在福建省福州市。因此有网民就分析，蔡以家很可能是蔡奇某个情妇所生，也就是说，蔡以家极有可能是真正的大佬。有不少网友说蔡以家才是他们想保护的。有一位网民呢这样写道：极大可能真相了。京沪两地基因工程盛行，别说顶层权贵圈了，就算靠近那个圈子的人，大部分为男性，都非常热衷于广播众，他们的私生子无数。这位网民接着写道：我知道一位跟着某位正国级的京地人，清华系，外面挂的是某出版社老总，身家至少200多亿，有11个老婆，14个孩子，每个孩子的教育费就是1亿人民币，生活费不包含在内。这位网民还指出，中共高官不只是乱，是他们那个圈子红色基因里就没有操守，乱搞女人、共产、共妻，热衷播撒他们的有害基因。毕竟泥腿子的根，生孩子生儿子广播众的种猪，原谅我侮辱了猪，行为刻在基因里。那么如果蔡以家是蔡奇的庶出，其实也可以解释2个问题，一个就是为什么天娱传媒和芒果超媒等这些大的公司都买他的账，另一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演艺界大明星甘愿给他做绿叶陪衬，原因就是人们知道他爹是谁，是惧怕蔡以家的爹。我刚提到天娱传媒和芒果超媒，网友呢也顺着这条线摸到了天娱藏镜人，叫蔡怀君。蔡怀君是湖南长沙人，1977年12月出生。2000年7月，他进入湖南经济电视台，到了2020年4月就出任芒果超媒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总编辑，芒果 TV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裁。2022年5月，他又兼任湖南卫视党委书记。2022年12月，蔡怀君再兼任湖广集团副总经理。到了2023年2月，蔡怀君升任芒果超媒法人董事长。2024年5月，升任湖广集团总经理，试用期1年。目前，蔡怀君已经正式被任命为湖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台长。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晋职速度快的是离谱。我在27号的节目中曾说过，中共国有唯一的国有艺人经纪公司天娱传媒就隶属芒果超媒，而芒果超媒的背景是相当强大，有一众国字号、中字号的国企、央企做股东。芒果超媒如此的牛，而年纪轻轻的蔡正军就做成了芒果超媒的法人董事长，他一定也得有非常牛的背景。有网友找到了蔡怀君的微博，并且对比公开资讯，发现他跟蔡奇长相也非常像，尤其是跟蔡奇一样，他的上唇也有那么一点缺口，这是基因的缺陷。网友还查到蔡怀君有一个儿子叫蔡某航，跟乔治良的生日是同一天，10月15号，但是只有24岁，属兔。这部分内容我们就先扒到这里。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重磅内容，
大家真的要注意了。我还是跟大家说，非常冲击。我在组稿的时候呢，都感觉到要窒息了，所以建议心脏不太好的朋友还是可以离开。我在最近几天当中常提到乔任梁，昨天也讲到了重生机这部分内容。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去翻看一下昨天的节目，很恐怖。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乔任梁被虐杀的前前后后，我得到了非常详实的爆料信息。网民爆料，2016年9月12号，乔任梁飞去了北京，然后就再也没回上海。14号被肢解后，用军机运到了上海第2现场，布置成自杀的样子。谁干的呢？我们先来看网络传出的一份在现场的人员名单。从左往右看，赵薇、王思聪、林更新、李易峰、赵英俊、薛之谦、吴亦凡、宋小宝，还有陈祥成、徐海乔、黄景瑜、林志颖、郑少东、王迅、徐峥、何炅、那英、王菲、胡歌、吕家荣、本溪、黄晓明、许巍、陈赫、任泉、包贝尔、韩寒、朱桢。传闻乔任梁的女友李二是王思聪的前女友，也有人说呢，李二是被安排去勾引乔任梁。那现在也有人传乔任梁的生日和习近平的父亲是同一天，早被选定要替习仲勋点灯，就是重生机党结。究竟是哪个原因呢？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们根据网民的爆料，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王思聪应该是虐杀乔任梁的主谋主凶。根据网友扒出的信息，乔任梁的表嫂小燕子赵薇把乔任梁骗到事发别墅，北京4大顶级俱乐部之一的香致花园，也就是传说中的第1现场，北京西荣县胡同51号。主谋王思聪把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官3代、富2代以酒会名义骗到别墅，观看这场血腥屠杀。网民指出，林更新、韩寒参与屠杀，他俩事先知道是杀乔，别的人不知道。这里我要指出的是，王思聪的妈妈是林更新的姑姑，他俩是姑表兄弟。韩寒就是中共国的那个所谓的作家，他跟王思聪是相当熟识，私交甚好。乔任梁被骗到香致花园后，那些杀人恶魔先杀害了他的好朋友农子。乔任梁是为了救农子，希望前往赴约换取农子活命，没想到一到现场，他就在乔的眼前被杀了。现场有王思聪安排的几个带枪的杀手，当时在场的人发现是杀人，就想制止，但王思聪放出狠话：谁帮乔谁先死，谁不看谁想走也得死。在虐杀了乔任梁之后，那些恶魔用军机将乔任梁的尸体运到了上海第2现场，也就是普陀区桃浦别墅。那里不是乔任梁的家，那个地区也很少有明星艺人居住。9月16号的晚上，上海方面公布了乔任梁死亡的消息。杀了人之后，所有的人都有了不在现场的证明。有网民引述警方朋友证实，当时乔任梁的肠子是在外面的，而且没有生殖器，现场没有找到。警方看到肢体不全的遗体，就知道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而且不是第1现场。但是当时的中共国首富大连万达老板王思聪的老爹，也是薄熙来的钱袋子王健林，亲自到上海去公关，至少7000万买通了上海警方。于是江泽民的侄子，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吴志明下了封口令，全面掩盖真相。乔任梁被害死的第2年呢，北京西荣县胡同51号内部就全部拆掉了。王思聪给了乔任梁父母1个亿的封口费，
这也就是乔任梁父母为什么不敢公开的有任何言语的原因，因为只要他们敢为儿子去讨公道，这老夫妻俩也很可能会遭到虐杀。后来乔任梁下葬的时候，因为肢体严重不全，所以呢，上海龙华殡仪馆3D 打印了乔任梁的头颅，用别的东西撑着身体，但是人们仍然可以看得出，躺在棺木里的那个乔任梁没有手和小腿，心脏是一个心形的盒子，他的身体是被东拼西凑出来的。不仅如此，那些恶魔特别选了一张乔任梁的侧身照做墓碑，并且还在墓碑前放了一大块泰山石，而那个石头上是被打上了镇魂钉，寓意就是让乔任梁永不翻身。在葬礼上呢，那些恶魔为了不让人们看到那颗镇魂钉，恶魔们是专门在钉的上面放置了一个话筒，加以遮挡。也就是说，恶魔们他也是害怕乔任梁会向他们索命讨债，那些人也是怕遭报应的。所以我们再回头来说一下这个中生姬，大家想一想，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们常说狰狞的魔鬼很可怕，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魔鬼是披着人皮在作的，这样的魔鬼更可怕，大家觉得是不是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再会。